今天講的都是玄學好玩的故事。出馬仙是如何煉成的啊？這是一個河北保定的人啊，咱們教友倍兒有意思，非常真實。從今年正月的時候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裡我和我老公去到山上的一個寺廟，在夢裡上山拜廟去了。這個寺廟叫女真寺，哪個女真呢？不是女真人的女真，不是金兀術那個，是女人很贞洁啊，贞操的贞，女真寺。剛走到寺裡的院子，我就看到天空中飘着佛像，而且這個佛像不是一尊，是一圈一圈的啊，飘着佛像，就是瞬間給你一個小雷音寺的感覺啊。自己心裡還在想，我這是開了陰陽眼了嗎？啊，在夢裡想的。廟裡的人很多，我就順着台階走到了廟裡的最高层，裡邊躺着一個老頭，沒穿上衣啊，就光個膀子，皮膚曬得黝黑，像是山河四省一輩子直不起腰來的老農民，牙都老得没剩幾顆。見我進來，他就起身朝我走過來，先是把一串長長的佛珠啊，一圈一圈的纏到我的手腕上，然後跟我說：“你身上有東西。”啊，說完就拿出一幅類似於關公的畫像，用手一引，從我身上引出一道光啊，引到這個畫像上。哎，有東西過来啊，过来啊，抓過來。隨着他這一次一次的引，畫像变得有神起來啊，神笔马良來了。我操，本來是個畫像，哎呀媽，畫像活了。后来我又跟我說了很多啊，牙都漏风了，他掉了很多牙嘛，说的啥我也聽不懂。因為我從小就信呢，就迷信呢，所以我就趕緊醒了以後，我就去東北找出馬仙啊。我跟這個東北出馬仙認識很多年啊，這個出馬仙是我的平時的這麼拜的一個老師啊。原來約好出馬仙是看我老公的事業啊，但是呢，因為有了這個事兒，這個夢，所以我就開始跟出馬仙提起我做了個夢啊。出馬仙說：“這我也不知道，你搖一卦吧。”我搖，咵出了一卦。我問你們，大老王會不會搖一卦？我教給你們很多東西，我做大事也會搖卦。比如說我這次參選列治文市議員，本卦為頤卦，頤和園的頤，動卦啊就是變卦為損卦，哎，就是什麼損失的損，所以我就心裡邊清楚了。我操，這卦懂點我這個我都教給你們高岛易斷的這個原理了嘛啊，懂解卦都知道啊，本卦是頤卦啊，這是六爻起卦啊，所以我没有用高岛易斷啊，我没用高岛，我用六爻起卦更快捷一些。所以好了，我告訴你们是頤变损就知道了。不止一個說你身上有東西啊，這老頭讓他搖了卦一看，說你身上確實有東西，還不止一個啊，還有鬼，就是鬼仙，還有鬼，除了動物啊，還有鬼，叫鬼仙，想讓我供起來，以後有可能要出馬，就給別人看事兒。這個緣分來自於奶奶那邊啊，這都能看出來啊。奶奶那邊祖上之前有燒香看風水看事兒的啊，你祖上奶奶那邊有人幹過這個，所以打小就傳下來了啊。所以你身上有東西，我就說我最近後背很疲乏啊，後背很累，斷定我身上有仙家上身啊。為什麼？他趴在你後背上，你等於是背着一個人啊，所以他很累。我有些诧異啊，我看我老公不信啊，然後呢，就是這個出馬仙啊，看她老公不信，就拿3根筷子立在水裡啊，粗的一頭立住為先啊，就立住了。但是啊，出馬仙告訴我，現在出馬時機不到，不建議我現在出马，可以先送一送啊，先給送走。說你家之前供的功力啊還不小啊。对於這個事情，我心裡並沒有感到意外，因為從我22歲的時候就有個神婆說我以後遲早要幹這行，當時我年輕不以為意。啊，送走我身上這些鬼仙啊，亂七八糟的這些動物仙之後，1個月，我身上又感覺很累。我操，他是個易感體質啊！這次我就非常有經驗了啊，就沒有去找出馬仙啊。然後呢，在我夢裡閃了一下，是個男的鬼仙啊，他自己看完了，於是送完啊，也就沒事了，又送走了。又過了1個半月，晚上做夢，夢到了一條蛇，黃白顏色，變成了這個蛇搖身一變，變成了男的。先是被人掐住脖子，用石頭砸死了，死相淒慘啊，就是個蛇精被打死了。夢完第2天，我孩子就開始發燒，他有個2歲的小男孩發燒啊，驗血查身體沒問題，感覺不對勁兒，找大仙送看啊，大仙一看是嚇着了，因為那天是清明節
可是送完第二天還是發燒，還好就是天一亮就退燒啊，到晚上就又起来啊，温度又起来。那麼我趕緊和大仙聯繫啊，他說我家裡又來仙家了啊，并且告訴我仙家在哪個地方，讓我先把桌子那兒擋着個桌子挪開。我當時心裡就生氣了，我生氣了。為什麼我生氣了？這個女孩子為什麼生氣了呢？因為他都給他送走了，他又來了，所以他有點，而且他這次不是作自己，作孩子，作軟肋去了啊，生氣了啊，所以但是又無奈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王哥在節目裡告訴过我們說，這些東西是惹不起的，哎，就是你怪力亂神，敬而遠之啊，所以你就是招他，你這道行你招不起他，因為他是小人嘛。挪完我就直接開高速啊，直接去了出马仙的家裡，先摇卦，大仙說。哎呀，好難受哦！緩了緩才給他看啊，大仙的功力也不夠了啊，電量不足了。他問我是不是最近頭疼，我說是，急火上頭啊，孩子燒的跟個小火爐一樣，我當然頭疼。大仙說我也頭疼了，因為這叫通感啊，大仙也在上身了啊。那我就直接跟大仙說啊，只要孩子不發燒，我服他了啊，那就是出马就出馬吧，供就供吧。但供之前，我必須要知道他的來路，他到底是什麼仙家，姓甚名誰。然後大仙說，那我讓仙家上你身問問吧，你放鬆啊，你放鬆，清氣上升，浊氣下降啊，上身啊，點了3根香，讓我拿在手裡，閉上眼睛，身體放鬆。哎，他沒說啊，告訴你，我给你們插一段冷知識啊，要上身一定要把鞋脫了。你要是穿着鞋在屋裡啊，你把鞋脫了，穿着襪子或者光着腳都行。啊，就是一定要把鞋脫了，最好是光着脚啊，踩在地板上很容易上身了啊，穿着鞋就不太容易上身。我感觉到肩膀一沉啊，大仙就問：“你是哪兒的仙呢？是保家來的還是看事兒來的？想要供什麼？供在什麼方位？”我此時腦海裡就閃過一個蟒蛇吐着信子啊，是蟒仙兒，常啊，常仙姓常的常先生或常太太。一尊菩薩像啊，要供奉菩薩，嘴裡脱口而出，他自己嘴裡上身了嘛，家西南有什麼保家仙儿，要供在西南啊，供在家裡的西南角。退了仙儿以後，我头也不疼了啊，眼也不花了啊，一身輕鬆。於是我就從淘寶上啊找菩薩像啊，看跟我那個腦海裡出來那個菩薩哪個像啊，看着順眼的，買下來，從淘寶上買下來，拿到大仙家開光啊，得開光啊，不開光沒有用啊。供起來了，大仙告訴我，以後遲早我會出馬的啊，這次保家仙不用出馬，不看事兒。卦象中顯示還會揚名立萬啊。那麼為了保持你的這個善念啊，讓你每個月大仙讓他每個月抄寫心經。啊，也可以自己從網上學周易啊，心經260個字，心經，我建議所有的拿性教友，心經一定要會背啊。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這個要唱啊，唱的就比說的更好啊。香港有個版本，觀自在菩薩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是故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。我可能唱錯了啊，反正你好多年沒唱了，你們可以學一學啊。最好的版本是陈奕迅、謝霆鋒、李克勤3個人唱的都不錯啊。張學友也有，但张学友老是用他的花腔唱，就容易出戲啊。謝霆锋唱的挺深沉的，謝霆锋唱的挺好的。行好，你別唱了，咱還是念吧。好了，我不折磨你們了啊，你們就該出馬的就出馬吧啊，我不讓你們受折磨了。夢裡的老頭呢啊，要走到出馬仙那一步非常不容易，中間要養成的過程很長啊，你要有周易的基本知識，但是呢机缘也非常難得啊。夢里的那个梦见的那老头啊，應該就是家裡的祖宗
啊，但不一定啊，這應該不是祖宗，應該也是一個什麼動物仙啊，就是我的第六感告訴我，你夢的那個老頭應該是個老黃鼠狼之類的這種東西啊，它不是蛇啊，那個后來讓你頭疼那個讓你小孩發燒那個是個蟒，然後又告訴了我蛇仙的死和我姥姥家有關係啊，他夢裡夢見一個蛇仙死了，跟他姥姥家有關係，所以來這報仇來了。聽了王哥，我深深懷疑我家這方面沒有傳下來，可能是和文革有關係啊。修行路漫漫，若我真的有機緣能夠給別人看事兒，也是一個不錯的再就業機會啊，能夠有口飯吃還真不錯。故事還在繼續啊，那下一封信我再給老王寫吧。我姥姥那邊啊，那真的是经歷太慘了啊！那我估計他們家文化大革命姥姥那邊可能挨收拾了啊。好了，这是一个特別有意思正在養成的出馬仙啊！我不反對大家當出馬仙啊，我不反對啊，就是為什麼呢？因為當出馬仙的人都文化水平不高，這是第一條。第二條都混得不好啊，女士多，沒念過大學。然後家裡邊呢，農村的，那祖上呢還有這個傳統啊，祖上不是爺爺奶奶那邊有人做過這個仙家看事兒，就解放前啊，所以呢，現在這樣的人真的找不着工作啊，與其去，就是反正就是顛沛流離就是食不果腹還真的不如去做個出馬仙兒。給四里八鄉看看事兒，治病給小孩去經壓驚真是好事兒。王哥孩子總喜歡玩遊戲怎麼辦？沒辦法，還是那句話，你要想一想他為什麼總喜歡玩遊戲，只有兩個原因：一，他找不到更好玩的，我為什麼不玩遊戲啊？我為什麼不喜歡？我小時候喜歡玩遊戲，而且我他媽做 Delta Force 戰隊，我已經打到全中國前幾名了，你們沒想到吧？我上大學打沙丘，打紅色警報 2A95， 我也是我們學校裡邊最高的水平之一，當然沒有打到那種那麼高就是因為我手速不夠快。但是打第一人稱射擊，打那個 Delta Force， 我操，我在雲府裡稱王稱霸。後來就是為什麼不玩了？因為我忙了，我開公司了。我要賺錢了，而且我樂此不疲，沒有時間了研究資本市場去了。23、24歲以後就不再碰了。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他還沒有找到更好玩的東西你小孩長大了找女朋友了，他去玩女人去了，哎呦，女朋友都好玩那麼遊戲都不好玩，他還沒有找到東西，這是第一個可能。再一個可能就是他真的喜歡遊戲，本身就是他最喜歡的，那你這個情況，那你應該感到很高興你可以引導他，譬如說你說，那你就跟他講，那你自己編一個遊戲好不好？你自己最喜歡什麼遊戲？能不能試一下？因為現在都有 AI 可以幫你 programming， 你自己學一下。你這要寓教於樂，寓樂於教，把他的樂趣變成他的這個特長你既然那麼喜歡玩遊戲，你就把遊戲的底層這些邏輯代碼搞清楚，然後在 AI 的指導下，你自己做個遊戲，看看能不能玩的一樣好。你這樣的話，你就把孩子引導到正確的路上去了。而不是說打他呀什麼給他把電腦砸了呀，這個沒有用的這個。好了，我們接着說雞嘴耳。親愛的老王叔叔您好，冒昧打擾您，是關於耳相的問題。之前聽您提起過，雞嘴耳的女孩命運不太理想，甚至很多風月場所的女性也是這種耳相。我還真是說過這話，因為確實如此實不相瞞，我自己就是雞嘴耳。聽到這個說法後，心裡有些難過和不安。不用，我看了你照片了。想請問您，這種耳相真的注定晚年不好嗎？還是說可以從其他方面去補益或者化解？附加我的幾張照片，麻煩您在方便的時候給予指點，萬分感謝。一位誠心請教的後輩這個女生的面相我看了，沒毛病沒毛病。雞嘴耳雞嘴耳在娛樂圈非常常見我的偶像范冰冰好像就是雞嘴耳，當然在夜場就也很常見了，因為夜場和娛樂圈它算同行嘛那麼雞嘴耳呢，說的是耳相，說的不是你的面相，它是面相的一部分。那麼你要看一個人面相，要綜合考量
啊，鸡嘴耳面相就像八字一样，就像它这两字啊，耳相很重要，耳相、鼻相、眼睛啊，这格局啊，它这个至少啊构成一个人的面相，至少有比如说6、7个主要因素的话，耳相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。所以你即使在这儿减分了，你在其他方面没有問題啊，你的面相我看了真的沒有問題，尤其是他又長髮披肩，那誰能看得出來你的耳朵呀？所以呢，你不用什麼有些難過和不安啊，人無完人。大牙縫也是一個面相不好的地方啊，我告訴你，大牙縫可不是面相加分啊。就是我為什麼不去補牙？你說我補不起嗎？或者戴個牙套去箍，能箍不起嗎？哎，就是拿性了嘛，就放下得了，漏財漏唄啊，漏一漏好啊，漏一漏財，讓身邊人多掙點錢嘛啊，漏到身邊的人手裡啊，所以這個你就不用心思太重啊，這不用負擔太重，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雞嘴耳呢。所以耳相這個事兒不用擔心啊，不用擔心啊。她雞嘴耳的女性啊，一般比較犟，比較倔啊，就一根筋。智商不太高，那一般都是這樣啊。雞嘴耳的女孩啊，情商有可能很高，情商和智商兩回事啊。智商不太高啊，就是學不會微積分啊，就這麼講吧。我當然我不能說你智商不高是多少分啊，我就這麼講吧，你學不會微積分。你捫心自問一下，所有的雞嘴耳女士啊，你們是不是我上學的時候壓根就學不會，後來我不學了，哎，學不會微積分，哎，學不會線性代數就不可能學會，不可能。哎，說矩陣，我操，在你的眼睛裡邊矩陣，你看到矩陣就他媽像看到蝌蚪文一樣可怕。哎，那個就是雞嘴耳女孩的狀態啊，就是她智商一般不太高，算力不夠。但是情商啊，相對來說情商就會比較高啊，因為它都 balance 的嘛，哎，長得也都比較好看啊。雞嘴耳女孩面相長得漂亮的很多啊，上帝很公平啊，所以你不用太擔心啊。好了，會很犟啊，那犟是因為你算力不夠啊，你實際上不是犟，是因為沒反應過來啊，所以呢，你要想你的晚年特別的太小心眼了是。你要是想你的晚年啊更加的圓潤和幸福，你就記住王叔告訴你的，雞嘴耳女生的毛病就是什麼呢？犟啊，所以你就不要這麼犟，靈活一點啊，寬容一點，寬厚一點，母愛一點啊，你這晚年就 OK 了啊，別太犟。什麼女孩？雞嘴耳女孩啊。好了，下面一個就是范小健啊，范小健是我給他起的外號啊，他姓范啊，范偉的范。家裡邊很有錢啊，獨生子在北京啊，過着衣食無憂的公子哥生活，哎，但是就看不上共產黨，就覺得他媽的這個共產黨這幫傻逼，我操，獨裁啊，大家太屈辱了。他不用工作啊，他就是懂吧？就是北京工作雞巴毛啊，有個3套房你還工作，你是不是瘋了？你嘚兒喝的吧？你工作就是為了工作而工作嘛，就是為了打發時間而工作。他就這麼一個男孩帥哥。然後他就給我寫信，他說我就覺得中國太傻逼了，我要移民。王叔，你覺得我能去加拿大找你們？我移民，我去美國行嗎？讓我給他潑了一頭冷水。你學習也不好，你英語可能也不是特別過關，你那從小嬌生慣養啊，有這個公子哥一個啊，就是面如冠玉啊，就是懂吧？面如冠玉。你到美國你幹啥去啊？藍領工人你幹得了嗎？哥們兒小哥，我操，藍領工人你幹得了嗎？你王叔幹得了你都幹不了。加拿大更是，加拿大還不如美國啊，所以呢，移民是2種人特別適合，一是底層勞動人民啊，出賣勞動力，在中國是真可憐，比如送外賣啊，在中國還他媽的負評，還罵你一個月累死累活1萬人民幣的掙不了。啊，你在加拿大送外賣，輕鬆一個月7、8千$，美國也差不多，還有小費，還不累啊，還沒有說你還不用騎個電瓶車滿街竄，你開特斯拉就行啊，倍兒有面子啊，所以就是說，怎麼底層人民這邊要比那邊活得好得多啊。再有一個就是頂層人民啊，不用他媽的生活，不用什麼為生計發愁的啊，要子女教育啊，子女要上常春藤啊，要上哈耶普斯麻。
這個你在北京基本上不可能啊，哈耶普斯巴你清华你都去不了啊，那大不了我再回头上清华啊，你就出来就对了啊，因为清华北大每年都招国际留学生，这么讲吧，是个人考一考就进去了。我不是sorry， 我不是说你们现在在北京念的小教友念清华北大的，就是以国際留學生身份回去的那種中國的，實際上是中國爸媽那小教友，我不是說你們不是人啊，我就說你們的那個算力啊，你們要是真在中國參加高考的話，我保證你們進不了一本啊，你們費勁點能進二本，一本你們肯定進不了，985、211想都甭想，你們現在居然進去上北大清華，就是因為有國際生，所以這種情況的人群你應該出來啊，應該出來，因為你自由了嘛。再有一個就是政治局委員啊，省長、省委書記的私生子解放軍上將、中將們的這個家屬啊，你們都應該出來啊，因為你們風險太大了啊，所以君子不立危崖之下，雞蛋不放一籃子裡啊，這些就是頂層和底層了啊，不包括上市公司的這些老闆們啊，都應該出來。事實上，他們也都出來了啊。好了，所以我就給他點化了，我說你真是個范小賤啊！政治雖然說民主政治雖然說比獨裁政治理想，但是啊，你看看王叔從政就知道了。我跟你這麼講吧，人類的政治制度是沒有完美的啊，沒有好絕對好的，只有相對好的。民主政治有民主政治的問題啊，民主政治選出傻逼的可能性並不低，就是獨裁就是出傻逼的概率其實並不高，就是很少出了一個傻逼，我操，大家很詫異，覺得天都要塌了，怎麼出了個傻逼呀？哎，怎麼都掛黨，怎麼就是我操，他媽倒着拿那個黨的黨位了？在民主政治，你就是這個概率很大，就是選出來開倒黨的概率很大，因為這邊是叫職業政客特別多啊，技術官僚、職業政客，他這個美國、加拿大都是這個問題，就是職業官僚和技術政客結合起來，就是他不是理工科的工程師啊，他是研究政治的、研究民意、研究選舉的，他幹了一輩子。他從20來歲大學畢業，他就沒上過班，就一直研究這個什麼怎麼競選啊，怎麼去做票啊。這種人非常可怕，這種人非常可怕。第一，他是技術官僚，他很厲害。第二，他媽的，你覺得他能有什麼能力嗎？是真的，他沒有能力，他就是選舉專業戶。那這個，所以。我不是說向着共產黨啊，但是聽起來好像是有點這意思。但是我就告訴你，大家不要因為這個就要移民，你移民要有具體的理由，移民要就比孩子教育啊，比如我錢太多了，我得他媽分一下雞蛋籃子，這是具體的理由啊，或者我他媽得癌症了，我要轉換時空，這都行。你這種我覺得不爽啊，你也不要移民啊，不要移民，你出來會更不爽。你在說拜登嗎 ？Yes。I do， 我就是說拜登就是這樣的人 ，Harris 也是這樣的人 ，Harris， Vance 啊 ，Vance 還稍微好那麼一點點啊 ，Vance 還稍微好那麼一點點，Rubio 啊，他們是這樣的人啊，我們加拿大的皮爾特魯多啊，都是這樣的人，到基層就更多了啊，到市省就更多了。感謝王叔點化了我一下，這范小賤啊，我就踏踏實實的苟在北京了，這就對了，北京不錯。你要想換一個環境，你就去上海、北京、上海這兩個城市，我真向你們保證，北京、上海真是亞洲頂級城市啊，亞洲的第一梯隊，頂級的，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梯隊，你就瞎跑什麼呀？別跑了啊！